日本政府正式启动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计划。第一阶段排海将持续17天，合计排放约7800立方米核污染水。在全世界一片反对声中，日本政府为何吃了秤砣铁了心要将核污染水排入海洋？根据数据和洋流测算，这些核污染水影响范围有多广，又将如何侵害全球海洋环境？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计划将至少持续30年，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民众纷纷质疑，那些推动排海的日本政客30年后还能负责吗？一起来洞察关键。日本役場浪町役場に持ってきます。で5回ぐらい調べてもらったんですけど、セシウムしか調べてもらえないんですよ。セシウムでこの漁協の検査もセシウムだけなんですよ。で問題になっている放射性物質は60種類がセシウムだけで、福島県の漁業者の理解なしにいかなる処分もしませんよという文書で約束を残してるんですよ。それを守ろうとしてないんですよ。それはもう絶対ね、とんでもない約束違反というか約束破りという。那么连日来呢，日本的舆论也分别报道了日本民众反对排海的抗议行动和国际社会的各种反应。那么在我的采访当中呢，日本的渔民或者说渔业协会，还有一些民间团体，多是数年来一直强烈反对那个核废水排海的。那么特别是311福岛核灾事故以后，那么福岛严守工程经常去采访。那么从当地的渔业人员当中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核灾事故以后，那么所有的渔产业、捕鱼业几乎是瘫痪的。那么从2015年以后，逐渐的得到恢复。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应该说是恢复到90%左右，也就是基本正常。那么但是这一次排水入海，无疑将再度损伤灾区的渔业的振兴与恢复。另外，日本大概有12万左右的渔民，他们也会因为水产品的销路和水产品价格的下跌而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害。韩国污染，韩国总统尹锡悦带头吃海鲜。8月28号，韩国总统办公室发言人李杜运透露，韩国总统尹锡悦当天同总理韩德洙以共进午餐的形式举行每周例会，一起吃了海鲜等菜肴。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府员工食堂当天也供应比目鱼、石斑鱼刺身以及烤青鱼等以海鲜为主的餐食。韩联社认为，这是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后，韩国总统府强调韩国海鲜的安全性，鼓励水产消费的措施。午后，韩国总统府发布媒体公告称，28号中午，在员工食堂就餐的人数是平时的1.5倍，生鱼片还提前售罄，很多职工取消外出就餐计划前往食堂。然而，尹锡悦的这一举动并没有得到在野党和网民的认可和支持，反而遭到了质疑和批评。据韩联社报道，共同民主党议员安敏熙认为这是作秀，干脆把核污染水运到总统府，当作总统府的饮用水好了。有韩国网民呼吁总统府停止这种愚弄民众的作秀、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8月28号，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一些中国民众因日本排放核污染水对日方出现不满情绪的相关内容提问。汪文斌指出，朝鲜外务省发言人称，日方无视国内外强烈抗议、反对和警告，执意推行核污染水排海计划，是为谋一己之私，而不惜给人类造成核灾祸的反人道犯罪行径。所罗门群岛总理称，强烈反对日方排海决定，此举将对所人民、海洋环境、经济和生活构成冲击。瓦努阿图副总理兼外长呼吁抵制日方的排海行径。俄罗斯自然资源部表示，排海将迫使地区国家扩大对海洋环境和生物资源辐射情况的监测规模及强度。韩国共同民主党指出，核污染水排海是环境恐怖主义。德国环境部长表示，对任何向海洋额外排放放射性物质的行为持严厉批评态度。只有在穷尽一切其他手段后，方能考虑排海这样万不得已的方案，
且必须以科学为基础实施此类计划，并保持过程透明。马来西亚卫生部总监表示，将提升对日本进口食品的食品风险检查等级。泰国食品药品监管局宣布，将加强对日本进口海产品的检查力度，抽查样本量将增加1倍。日本政府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核事故污染水排海。周边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政府这种自私自利、极不负责的行为，普遍持批评态度，并采取相应防范措施。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应约会见日本外务事务次官冈野正敬，就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进一步向日方阐明严正立场。吴江浩表示，日方声称中国政府应就排海问题发布所谓正确信息，这于理不通。中方基于科学和事实依据，表明自身严正关切和反对立场完全正当合理，恰恰使日方排海在道义、科学和国际法上都存在严重问题。日方应停止为排海行为洗白，以真正负责任的态度同周边邻国诚实沟通，接受国际社会严格监督。事件公关文是一种什么体验？有人发邮件请我按$400每10万播放量的标准拍公关视频了。严肃说一句，任何为日本排海事件辩护的人都应该严惩不贷。事实上，近年来，日本政府通过雇佣专业公关团队，接连不断地实施国内外舆论诱导，比如日本最大公关公司电通集团多年连续中标有关放射性等的信息发布项目。该公司给人们灌输福岛核事故影响已经消除，福岛是安全可靠的等虚假印象。8月24号，中国海关总署发布公告，决定自2023年8月24号起全面暂停进口原产地为日本的水产品，含食用水生动物。海关总署将持续关注日本核污染水排海情况，视情动态调整有关监管措施，防范核污染水排海对我国民健康、食品安全带来的风险。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话，要加强监测，要监测海水，因为海水是有分层的哈，有上层、中层、下层，还有中间是混合层。所以你监测海水的话，不光是海水的表面，底下还有底流啊这些啊，所以要加强监测。也就是说，我们要有数据来证明哈，这个污染物，比如说已经到了什么地方了哈，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那么第二个的话，系统性的对海产品进行检测，尤其是对它这个放射性的这元素进行检测。第三个的话，就是我要加强我们中国科学家的话语权。这个第四个的话，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要提升我们中国科学家在这个领域研究水平。这个领域是比较新的领域，叫做海洋放射性化学和海洋放射性生物学，所以我们国家必须要以最快的速度提升这样的能力。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我国第一时间启动了对西太平洋海洋环境的应急监测与评估工作。参与此次调查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研究员于文介绍，在这项持续7年的追踪监测中，研究团队发现，福岛核事故发生3个月后，核污染物就扩散至距离福岛600公里的公海海域，且含量严重超标。香港特区政府和澳门特区政府22号分别宣布了最新进口禁令。香港特区政府表示，网上代购也属商业进口，受禁令规管，如违反禁令，可被判处第6级罚款及监禁12个月。澳门特区政府宣布，从8月24号起禁止进口源自日本上述会上宣称，日本政府会就中国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继续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采取必要措施。同一天，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高市早苗扬言，如果外交途径不起作用，日本政府可能向 WTO 申诉中国进口管制措施。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方已多次就日本核污染水排海问题表明严正立场。对于日本政府强行启动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这种自私自利、极不负责任的行径，国际社会普遍给予批评，并采取相关防范措施。中方主管部门依据中国法律法规以及世贸组织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相关规定，对原产地为日本的水产品采取紧急措施，完全正当、合理、必要。那您怎么来评价，灾后重建这一段日本所做的工作？是他这个作为不是很大，至少福岛的灾民是非常不满意的。
就是外围地区呢，似乎是这个就是在清除了污染的土壤啊，这有一些一定的区域内呢是进行了比较安全的，安全的地方呢，它是允许他们回去了，而且那些地方距离这个核心爆炸区域这个比较远的地方呢，它确实这个农业生产也在做，这个鱼也是照样捕的。但是就是现在这个日本政府提出来的，我们最担心的是风评的这个损失。风评就是传说中的这种危害，它就是把现实存在的东西都归咎于这个传说中的一些危害。这个在日本也确实是存在的，而且这个你是抹杀不了的。你现在福岛东西就是卖不出去，你说你怪谁呀？日本国民都不买嘛。在这个福岛核电站事故以后呢，福岛那个稻米啊，在超市里卖的特别便宜，一般也卖不出去。然后安倍政府采取了一个什么政策呢？所有的公共食堂、公务员的食堂都要吃福岛的稻米，那也不管有没有核辐射的问题了。所以呢，他采取一个政府的强制安排。所以福岛的这个一些产品，即便是免费，是吧，或者是很低廉的价格，但是也没人去买，因为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你天天要吃饭嘛，是吧？所以基本上大家还是不动，包括水果。包括那个地方来的一些水果，所以就说这不是一个就是说是你政府可以完全主导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在日本的国民当中，日本政府也是失信的，老百姓并不真正信任政府的那些数据。这10多年来，日本采用边结边治的方式处理核污水问题。一方面，在核电机组厂房周边设置地下集水井，用节流的方式减少地下水流入受污；同时，使用日立研发的多核素去除装置，简称 ALPS， 清除核污水当中的放射性物质。日本一直在宣传所谓核污水里问题只在于氚元素，但世界上很多科学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核污水里含有高达64种核放射性元素，并且7成以上都是超标的，多核素设备难以完全处理。这些放射性元素进入海洋环境生态以后，对人类和海洋生物危害最大的是碳14和碘129，其中碳14的半衰期约5000多年，碘129的半衰期更长。而碳14会在海洋生物体内聚集，其风度或浓度可能是氚的50倍。为了应对核污水问题，日本曾提出过5种处理核污水方案，分别是将核污水经过2次处理排入海洋，将核污水变成水蒸气排入大气，将核污水排入地底深处，将核污水电解处理，以及将核污水固态化后埋入地。综合法规、技术及时间等因素之后，日本政府认为比较合理的是排入海洋和变成水蒸气排入大气2种方式。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电站发生5级核事故，经过约10年的净化工作后，原核电站储存的9000吨氚化水已符合环境安全标准，但当地民众仍然强烈反对将水排放到苏斯克哈纳河，因此最后选择以水蒸气的形式耗时14年排放氚化水。如今，日本的核污水已经有134万吨，是当年美国处理的148倍。除了时间成本，观察指更为现实的原因在于，如果使用水蒸气排放方案，那么有可能放射性物质就会进入到空气中，造成不可预测的反应，甚至有可能整个东京都会笼罩在核辐射之下。不管哪种方法的话，肯定都有这个优缺点。那么我们这个从一个常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关键是你这个核废水里面含的污染到底是多严重，这个可能是大家是最需要关心的问题。我们这种科普也是做的不清晰，这污染的程度多少对不同的东西的影响多少，这个也不清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了解的事情很多，然后这个公众又在很多情况下是不了解到底科学家知道什么，所以这是目前这么一个状况多位受访的专家学者表示，核素融入海洋生态后，涉及复杂且长期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目前，科学家对此的系统研究和数据积累都很少。日本此举史无前例，其危害性至今难以评估，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
当前迫切需要就海洋生态系统、海洋生物生存等方面展开国际合作，开展长期跟踪研究。绿色和平组织曾经警告称，碳14作为人类集体辐射剂量的主要贡献者，有可能损害人类 DNA。绿色和平组织高级核专家肖恩伯尼表示，福岛存水箱中总共可能有多达63.6千兆贝克勒尔的碳14，这些及污水中的其他放射性核素在数千年内都将是危险的，并有可能造成基因损害。福岛核电站排放的核污水先向南流，然后向东进入太平洋。日本原子能研究机构曾对放射物的扩散情况进行电脑模拟，发现放射性物质将在5年后到达北美地区沿海，并在10年后回流到亚洲东部海域。这意味着日本周边国家所受到的影响将是长期的。なので我々としては海洋した場合の影響、ものすごく影響大きいですよ。漁業への影響、これ福島に限らずですね、日本の漁業全体に影響を与える可能性があると、風評も含めて、あるいは海外、海ってつながってるので、韓国や中国、そういう周辺の国も漁業やってるわけですから、ただ現状は福島県だけじゃなく日本の漁業者はまだ反対なんですね。貿易国としては一番大きい中国や韓国とかのそこの協議が進んでない中で放出を決めてしまって時期を決めてしまったっていうのはちょっと予定外、いろいろ心配不安になるだろう、国際的なね、議論になるだろうと。今年5月，韩国一代表团访问考察了福岛核电站，随后该团透露，福岛核电站释放核能处理水之后，测出放射性物质铯超标2万倍，这再次令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海域的渔民倍感恐慌，引起强烈抗议。同属亚洲的韩国、菲律宾等国对所谓经过处理的核污水可能对海洋环境产生的影响深感担忧。今年6月，时任斐济代总理卡米加就曾诘问，有一个不得不问的问题：如果经过处理的核污染水如此安全，那日本为何不将其再利用，比如用在日本本国的制造业和农业生产中？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大洋，洋和洋之间是完全沟通的。现在这个被污染的东西，一个是水，你们直接喝水有没有问题，对吧？第二的话就是长在水里面那些藻类、海带啊、海草啊这些有没有问题啊？第三个就是在水里面生活的这些鱼有没有问题？然后又吃了这个鱼的人有没有问题？如果剂量很重的话，我们知道这个放射性绝对是有问题的。韩联社27号报道称，韩国3名专家当天上午启程前往日本，检查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排海情况。政府相关人士在接受韩联社的电话采访时表示，韩国原子能安全技术院的3名专家启程前往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开设的办事处。据悉，相关人员返回韩国的时间尚未确定。此前，韩国政府同日本政府、国际原子能机构就每2周派一次韩国专家前往国际原子能机构福岛办事处达成一致。韩政府还同国际原子能机构设立信息共享机制，商定定期向韩方共享核污染水排放相关的最新信息，并召开视频会议，就各种信息进行说明和解答。韩国媒体近日曝光匿名知情人士称，日本政府提前获得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福岛核污染水处置技术工作组最终评估报告草案，并提出实质性修改意见，对最终报告结论施加了不当影响。日本官员给了机构秘书处工作人员100余万欧元。该报道称，日本外务省 A 某与疑似亚洲开发银行行长简川雅嗣的3页对话记录显示，日本原子能机构人员水野虫、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 F 与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行了许多次秘密沟通，日本政府提供100万欧元以上的政治现金。作为回报，日本政府在6月15号通过非法渠道提前拿到了原子能机构报告书的最终草稿，并进行大幅修改，使其符合日方构想，再将日本政府定稿的报告书用来说服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专家们批准核污染水排海。据韩联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24号在回答韩联社记者关于日本核污染水排放立场的提问时，再次确认美政府支持日本排海的立场，称对日本这个计划感到满意。报道称，美国务院发言人当天回答韩国记者提问时声称，
日本将核污染水排放到太平洋的判断是依据科学的做法，并补充称，这个排放计划符合国际原子能机构核安全标准等国际标准，因此很安全。美国驻日本大使拉姆·伊曼纽尔当天还声称，日本将核污染水排海是走在正确的路上。他还透露，自己将于本月31号访问福岛县，并在该地区的餐厅品尝现场捕获的鱼，以及参观海鲜市场。然而，事实上，虽然美国在2年前就宣称撤销了对日本食品的进口限制，摆出一副对日本食品来者不拒的欢迎姿态，但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8月发布的最新数据，美国是今年上半年减少进口日本农林水产品最多的国家，较去年同期减少7.9%，并且主要减少的3种食品是日本酒、鱼糜、扇贝，后两者的主要产地均涉及核污染水排放影响区域。2011年3月11号，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后，全球一度有55个国家和地区对日本农林水产品和食品采取限制进口措施，其中包括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美国对日本福岛县的限制最为严格，禁止进口的食品种类最多，达35种，不仅包括鱼、海胆、牡蛎等海洋生物制品，还包括肉制品和水果等。那一旦排入到太平洋之后，会造成什么样影响？李老师，特别是由于气候变暖，那么海平面呢确实的上升哈，这个是不可阻挡的一个趋势，而且越来越快，会造成海水倒灌的这种现象会越来越严重的，这将造成这种核污染通过内河河道向大陆来逐渐的这个扩散，那么这个影响呢就会从这个海洋、内河到土壤，那么沿岸国会遭受未来30年左右的这种辐射的这种危害。为什么包括专家小组在内，包括日本政府在内，最后都觉得这个排入大海的这种方式是唯一可行的这种途径？最简单的就是因为排入大海来说，可以在近短的时间内把这个问题能够解决掉，同时呢，能够最低限度的减少日本政府的支出。日本政府就是赔偿这个核电站造成的损失需要2400亿日元，需要这么多钱，又没有钱，你还要处理核废水，这个钱从哪儿来出？那么就是日本国民来出了，通过纳税了。所以这样来说呢，如果把它倾倒到大海之内，日本可以就是说如释重负，是最省钱，但是对周边国家，包括日本的渔业在内，包括日本国民健康在内，是伤害最大的一个举措。很多日本的民众，包括一些渔业协会，他也给支招说，你为什么日本政府不在一些地方多辟出一些地方建一些储水罐，然后暂时把这个水先储起来？为什么日本政府不考虑这样的方案？除了福岛以外，其他地方到其他都道府县，谁也不愿意接受这个问题。谁说你给我点钱，我就给你储存这个东西，它万一漏了呢怎么办是不是就没地儿存了？我觉得不是。日本有多少个离岛几千个就是岛屿，其中无人岛就是有1800个，很多的。这个日本已经有这样的政策了，不仅是无人，而且没有主的这些岛屿收归国有，那么这个就不存在征地的问题了。就说你本身就已经是国家财产了。无人岛上能放储存罐的不少啊。现在日本政府呢正在千方百计的想把无人岛变成有人岛来固边。这个在它的海洋战略是有这个政策的，就是如果你把这个无人岛上放上储存罐，再加上有人看守来维护的话，这不也是一个无人岛变有人岛的一个计划吗？对，你不是原来也有那笔费用吗？所以日本不是没有地方放储存罐，而是他不想做。所以这个从道义上从正义上这个是根本是站不住脚的，是极端的自私狭隘的民族主义。12年前福岛核事故的灾难影响至今，也将影响未来的全人类的利益。福岛核事故的造成既是天灾，更在于人祸。由于东京电力公司瞒报和篡改数据，福岛核电站留下大量的安全隐患。福岛核事故过去12年，核污染水最终还是被排入海洋。在全球反对声浪前，日本政府为何一意孤行？而这其中，东京电力公司又扮演了什么角色？日本核污水入海，谁才是最终的拍板者？这一决定又能否经得起历史的审判？此外，日本政府口中的福岛复苏究竟实现了多少呢？手段，
时任日本首相菅直人基于压力，不得不出面批评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本该代表大众利益检查核安全，却与核能支持者站在一起。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在福岛核泄漏后续处理和核污水问题上扮演着重要角色。There is a mythology that's being created over these last 10 years or more that it is possible to recover fully from a triple reactor nuclear meltdown. So the time frame that's given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by 2040 to 2050, the entire Fukushima Daiichi site, the reactors, the nuclear waste, everything will be removed from the site and removed from Fukushima Prefecture. There's no basis for that. They really don't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with the Fukushima Daiichi plant over time. 东京电力公司的问题，其实它作为一家私营企业呢，在这么几十年来，在日本一直是饱受诟病，尤其是2011年311之后在这个数据的瞒报啊等等方面，可能大家都在质疑，日本国内的民众也在质疑。您对东电是怎么来评论？从1962年起，东电就接受了许许多多的日本政府官员退休以后到那儿去任职，有的做总经理，有的做副社长。311东电这个核电站出事，当时的6位副社长，东电的副社长，这个其中有一个位置是专门留给这个政府退休官员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造成了东电呢，它就有点这个有恃无恐。地震呢，这是这个自然界的这个灾害，是不可避免的，地震海啸。但是从东电的这些设施老化的设施没有得到及时的维护等等呢，这个不能不说明也有人为的这个人祸的这样一个因素。其实日本呢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一个遭受这个核弹袭击的国家，但日本又是一个特别重视利用核能的一个国家。那您怎么来看日本的这个核政策？在当时呢，觉得是无论是成本还是环保还是它的经济效益，都是可取的。那么这是就是一个方面的考量。另外一个方面考量的话呢，恐怕还是从安全方面，因为追求核安全或者有朝一日能够拥核，其实也是很多日本政客的他们的一个梦想。那么如果是以这个核电站它可以生产出相应的，比方说燃料棒等等的，它的一种这个积累的话呢，如果是这个日本需要某天需要，比方说生产原子弹或者相应的核武器的时候，就这个民转